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呢，美股继续上涨0.87%，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美股不断创出新高。在这种新高不断创出的条件下，我们看到美股外围市场已经出现一个左低右高的一个行情，这意味着是有机会、有可能在这种走势下，这种诱多的走势下，走出一个风险 K 线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比特币目前为止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行情当中。那这里的震荡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红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假的突破，然后围绕焦点位这个焦点位在12月27号进行了回踩，回踩结束之后，行情向更远端的焦点开始进行，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向窄开口收敛三角形运行。那么目前来看，在4小时级别上，200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共同对比特币进行了一个支撑。我认为，如果能够持续它的横盘震荡的话，比特币将会酝酿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行情。那么意味着美股在不断上涨的行情当中，比特币以横带跌，消化了它在高位上的风险。为什么说还在提风险呢？原因是本轮行情我们已经经历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在1月份，然后第二轮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是在6月份出现的。6月份出现悟空阳线之后，10月份这个悟空阳线经历了一轮的干扰性 K 线之后，经历了6到10月份的干扰性 K 线之后，重新复活。然后10月份的行情，比特币月的行情，让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完成。那么在12月份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新的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产生。那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上方是有八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上方位于44000美金是一个压力位。那这个里的压力位呢，我们看到是21年4月到22年5月长达1年的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带。这个筹码密集带呢，构成了比特币目前所处的压力，所以呢，这个位置需要进行调整。那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大范围波动，从44000到41500这样的一个区间波动，做出了收敛结构。收敛结构进行了第一次回补、第二次回补、第三次回补之后，目前处在一个由大开口三角形向窄开口收敛三角形过渡的一个行情当中。那么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构成了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的一个支撑位。然后目前来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上涨反弹行情。那这里的上涨和反弹呢，我们前面行情说过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刚开始是缓跌，然后走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急跌过程。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下跌之后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存在日线级别反弹的可能性。那在日线级别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前面11月份走出悟空阳线，然后这个悟空阳线被空头剿灭了，然后在12月份行情当中，12月7日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被剿灭掉了。然后我们看到12月22日走出了再一次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存活了下来。悟空阳线后面有八件阳线，目前走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同时上方是一个焦点位，是一个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位。那我们知道焦点位具有一定的黑洞效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作用。那么这个吸引力作用条件下，我们看到以太坊走出了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八件阳线，目前正在走沙僧阳线。所以呢，有理由相信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能够走出唐僧阳线从而引领以太坊走出一波独立行情。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来，回到这个交易对上来之后，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形成波峰连线、波谷连线之后，以太坊在事实上做出了一定的突破。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以太坊在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上方22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得到一次回踩之后，目前撑住了2200美金。那上方我认为它的空间将会被打开。同时呢，在22年5月份出现了一轮急速的下跌行情。这里的下跌过程形成巨大的筹码空缺区，虽然前面行情当中经历了不断的回补，但是上方2200美金到2900美金这样的一个筹码
空缺区没有被完全回补，所以呢，这轮行情如果以太坊能够出现领涨行情，那么2200到29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将会被最终回补掉。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BNB 出现了领涨。那 BNB 的结构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它进入到了黄金坑的区域。什么是黄金坑呢？我们看到啊，在周线上它不断的做回补动作，这里的回补动作指的是高点640美金啊，690美金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啊。有了大幅度的震荡和波动之后，反复围绕这个区间做回补，然后底部形成了一个220美金的平台。这个平台最终被跌破，跌到低点204美金附近之后，那么204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就是一个黄金坑。那么从黄金坑走上来的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 Binance 被起诉，CZ 被美国起诉，然后罚款几十亿美金。然后最近一段时间 ，BNB 平台稳了之后，我们发现 BNB 走出了一轮强势，同时呢，也有币安平台做 NFP 这个币种的 IEO， 引发了一个跷跷板效应，就是 NFP 上线 Binance 之后快速回落，回落的过程当中，通过 NFP 和 BNB 的这个交易对资金重新回笼 BNB， 引发了 BNB 和 NFP 这个IEO 币种的一个跷跷板效应。然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BNB 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并且目前正在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悟空阳线、八阶阳线，上方呢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通过合并 K 线，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本周 BNB 走出了一个追击以太坊结构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 K 线，这里是一个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这里是 BNB 追击了以太坊的一个结构。那么这里要站稳340美金上方1440均线啊，周线级别 BNB 的1440均线作为一个突破的一个信号。那么目前来看 ，BNB 正在尝试这个动作，所以呢 ，BNB 是要在目前重点布局的。最近一段时间板块轮动比较激烈啊，然后我们看到 TRB 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连续的上涨，并且呢，在本轮行情当中已经创出了一个新高。那么重点应该关注的是铜板块啊，TRB 是一个预言机板块，铜板块的 Link 我认为在未来也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我们看到 Link 刚刚踩稳这个1690均线啊，周线级别1690均线和1440均线，但是 TRB 的领涨呢，已经让它得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突破啊，已经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呢 ，TRB 上涨之后，应该关注它的铜板块。同时呢，我们认为SOL 来说啊，前面行情当中 SOL 涨势非常不错，非常走得非常强劲。然后它的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正在做的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这个位置它做了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那么围绕这个126美金到100美金附近的这样的一个下跌过程，我认为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存在一个收敛三角形做震荡调整。那么与之同时进行调整的，还有我们的会员票啊，我们的会员票RAY。我们的会员票也在做一个同步SOL 的一个调整过程。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RAY 的这个调整过程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进入到黄金坑，然后今天早上让各位会员在1.3到1.25美金附近进行抄底，那么它进场的位置大概是在1.35。那么这样的一个范围进场之后，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进行缠绕变盘，然后上方能够形成第4次的等位置波峰之后，做出上攻动作。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于 RAY 这种强势币种来说，周线级别有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然后第二轮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正走在一个周线级别第二轮次八阶阳线上，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对于它的强势，目前正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调整过程当中，调整结束之后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新高，这种新高是随着板块轮动出现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